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要来看一下什么新的元素正在加入你的生活，请你坚持，请你撑下去，那么这个成功是属于你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是来看一下在生活当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新的元素呢正在加入你宇宙呢当前正在为你调试这个频率，为你去加持你本身的一个能量磁场。那么具体的显化将会是什么样子的方向，又会为你的前方道路带来怎样的影响？那么我相信呢，所有当下来听占卜的朋友，那么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这个前方可能是需要一些其他的元素的注入来帮助你去，无论是打开这个新的方向，或者是帮你解决当下的一个困难，还是说在前方的一个地方给你一束光亮，带你或者是引领你前去。那么也祝福所有今天能听到这期占卜的朋友呢，都能够接受到这个好运，接受到宇宙当下给你带来的新元素，让你的生活快速的打开，让你能够快速的向前推进。好，那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那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那我呢也是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还有讯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里。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好的，那第一副牌的朋友呢，今天为你们选择的能量宝石，请你看一下，这个是白色的水晶。好的。那第2副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选的能量宝石是这个金属黄金疗愈黄金疗愈 Golden Healer Golden Healer 水晶OK。然后呢，第3副牌的朋友，今天呢是紫水晶。好，紫水晶。OK， 那为了方便呢，你可以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那么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了，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什么样子新的元素正在加入我的生活？坚持下去，撑下去，我就赢了，我就成功了呢？请宇宙给我指引，请宇宙带给我方向。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组牌的能量在当下有吸引到你呢？那由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所以有些朋友如果在选择牌的时候呢，你觉得其中的一副牌，然后对应到另外一个能量宝石都同时有吸引到自己，那么我会建议你都听听看，因为呢有可能你的能量、你的讯息确实是被分到了2副不同的牌组里。好，那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来听听看，究竟是什么样子新的元素正在加入你的生活。那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欢迎选得到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白水晶超级漂亮。好，放在这里。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选到的这个是提前为你们抽到的牌吧。这个呢，我看到的是一个画家，他画了很多的画，然后呢，当前感觉到有很多的，就是这种他想象出来的，或者是他曾经经历的一个有别人可能会说他，有别人可能会拒绝他，有人呢可能不理解他，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张牌，它给的关键字呢是拒绝 （rejection）。那么当前呢，我们可以从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你们抽到这个能量来看吧。我感觉到就是这张牌给我非常强的一种就是不得志的能量。就比方讲，可能你觉得自己的才能没有得到别人真正的认可，有可能呢你之前遇到的所谓的贵人，或者是你的领导、你的老板，他们是因为你的某个才能，然后呢就是把你招入了他们的麾下。然后呢，等你真正进入他的团队，进入他的公司之后可能却发现跟之前你们商量好的不太一样。因为有可能有的时候在我们去施展自己才华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非常多的自由空间，无论是自由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是自由的去抒发我们想去做的事情，还是说自由的以我们的方式，对吧，去把我们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所以呢，当前呢，我觉得这份自由这份所谓的知识，可能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现在的环境来讲的话，不是特别的，就是有这种支撑力。所以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当前我觉得在这个仕途上，就是工作或者是你想去证明自己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你想去在某个地方让自己发光发热，对吧？可能受到了一些外界的质疑。OK， 这个外界的质疑呢，还有一些朋友甚至是之前别人是正是因为你的这个能力才把你招进来的，但是等你真的开始去做这个事情反而别人不认同了，对吧？因为很多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呢，当这个东西没有真正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不知道究竟会怎么样，对吧？工作当中可能在你去面试的时候，当你去比方说跟别人做一个交谈的时候这个文案或者是这个项目还没有开启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好，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想象，对不对？那么等到真正开始的时候可能真的会出现一些问题，可能会出现很多的分歧，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当前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连接到了强烈的一种外界环境对于当下你的运势来讲，可能会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顺遂于你就他们可能给你的支持不够，对吧？然后呢，我也觉得当前你的这个才能，或者是你的这种才干没有得到一种真正的赏识。那么我们今天所看什么样子的新的元素呢，会加入你的生活？我想这个元素应该就是能够帮你去解决当下的一个困局，或者是帮你去用一种新的方式吧，我觉得是让你推进推进你的事业之路，推进你的理想之路，推进你的一个热情的或者是把你的这个环境我们在讲这种打通。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谓新的元素究竟会在什么样子的方面去帮到你去加入你的生活。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张牌。好，我们一起来洗牌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来连接什么样子的元素正在加入你的生活。那么这个元素呢是新的元素我们来看一下感恩宇宙。好的，今天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牌出的挺快的好，你们呢抽到的是白羊座当前的这个白羊座火象的一个辣椒，朝天辣火辣辣的能量OK， 首先吧，这个能量我听到第一个吧，就是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当前所在的这个环境这个事业环境、工作环境、人际环境比较的，就是让人觉得挺郁闷的我觉得这个能量灰色的嘛，让人觉得有点小小的郁闷。可能有些东西就是不是特别的如意，对不对？那么不如意的环境呢，可能会打消我们的自信心，也有可能会让我们变得有一点小小的消极，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第一个元素会加入你生活宇宙当前正在为你调试的是给你的生活加入一些火辣辣的火元素。
这个火元素呢，像辣椒一样啊，非常的刺激，非常的辛辣。那么这个火元素呢，我觉得首先吧，是打通你的这种思想，或者是打通你的一种感应。如果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你觉得现在有一点消沉啊，因为这个环境的这个关系，你有一点消沉，你的意志力有一点薄弱的话，那么我觉得宇宙当前正在为你加入的是一些刺激，这些刺激有可能是你的灵感，这些刺激也有可能是一些新的机会。我觉得是让你重新拾起你的信心，重新去认识到你对某件事情啊，就是你的这个理想工作里，我觉得是对于某一个事情你的一种热情和激情。那么有了辣椒之后呢，我也觉得有一份勇气在这里，多了一份勇气，让你去有温度的、有能量的这种燃烧的感觉，就是把你的这种能量和情绪再一次的调动起来。OK， 这个是我看到第一个stimulation 刺激。那么还有一个能量，我也觉得非常的明显呢。我们这里出现白羊座嘛，所以我觉得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接下来的一个成长方向，又或者是这个新的元素吧，它加入你的生活，我觉得会给你更强的一种，我觉得是自己搞定这个白羊座就是自己搞定。也就是说，当前吧，我们所连接到这个能量，就是外界环境可能是有一点不利于你，他们可能不是特别能够理解，或者是他们当前有一点，就是说，跟之前的想法有点不一样那么当前呢，我觉得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宇宙会给你更多的自发，就是自发的去成长，自发的去创造，自发的去开启。所以很多东西可能你不再去这个新的元素的加入，就你不再去需要一定要别人的一个认同，别人的一个认可，别人的一个通过。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东西肯定有别人的支持，我们会觉得更加的有这种力量，对不对？就好像这个多了一个助力，对吧？我们一个人走路可能会觉得有一点不是很确定，那么左边有一个人牵着你的手，右边有一个人牵着你的手，还拍拍你的肩膀，你会不会觉得更加的有这种OK 支持，对吧？但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没有遇到这种支持，那么也许前方的有一段路，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我觉得需要你去连接白羊星座的能量让自己可以勇敢的闯。就是前方的一段路可能没有这些人的支持，但是呢，你勇敢的自己走一段，可能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说每条路都要别人的一种支持或者是陪伴。那么在你接下来的成长方向里面，也有可能宇宙要去锻炼你的自我能力、独立能力自己的一种相信自己的能力。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能量，我们会从外面的人去汲取，比方说朋友的支持、家人的鼓励。但有的时候呢，这种能量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获取，那怎么办？我们要自我能够去补给。所以我觉得当前其实这个白色当前你们抽到这个颜色跟我们的白水晶也是有连接的，它是讲顶轮的能量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忽略掉我们自己，这个自己呢，其实是我们的本我，我们的高我，我们跟宇宙的连接，我们跟指导灵、跟守护天使的连接。也许当前有一些第一副牌的朋友，在你的心里已经冥冥之中有了这种感应，觉得自己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就好像缺了点什么。又或者是冥冥之中你也能够听到一种内在的召唤，让你去改变，让你去勇敢一点，让你去甩掉别人的所谓的一定要别人的支持和鼓励，用自己的一种独创，或者是用自己的一种独立性去走出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白羊星座敢闯敢冲敢拼，对吧？不怕输，摔倒了再站起来继续往前冲。对于白羊星座的人来讲，没有所谓的回头，白羊星座只会往前走。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的生命里吧，宇宙当前正在为你加入的元素是火辣辣的火，是一种敢冲的火，是火种的火。OK， 所以我觉得当前吧，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能量也许正是你现在所需要的，而这个能量也会为你的接下来的我觉得一种方向吧，打开一个新的不一样的我觉得是新的契机。对，好，我们继续来看宇宙呢当前正在为你加入什么样子新的元素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
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选择带有白色水晶的朋友啊，什么样子新的元素正在加入你的生活？感恩宇宙。好，这张牌呢是乌鸦的乌鸦之灵乌鸦。当前的宇宙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啊，它是要你去观察，让你去观察。我觉得当前吧，很多朋友啊，在你的这个能量里面，我看到就是说，可能你已经感应到了旁人，你已经感到了这个外界的环境带给你的一些影响。这个影响更多的呢，可能是让你觉得有一点好像不被支持，不被认同，或者是没有得到他们的那种大多数我们所谓的这个大众或者是群体的一种鼓掌或者是这种认可等等可能相对的有一点觉得孤单，有一点甚至是有一些朋友被排挤了那么宇宙当前呢就告诉你你现在呢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去加入他们，也不是去迎合他们的口味而是宇宙在讲，现在你生活当中，宇宙正在为你调试的，为你加入的是一种冷静，是一种能够去我们所谓的保持你现在的一种冷静，不要轻举妄动，然后呢通过自己的一种灵力，你看白色的顶轮打开一种能量连接的一种通道让自己可以去观察别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能够更加理性的观察自己是怎么回事。当你冷静下来，你可能会发现其实他们所说的跟之前他们所承诺的是不一样的两个方向。就好比之前你去面试的时候，你去跟他们交谈的时候，他们画了一个非常大的饼，他们跟你承诺了一个非常好的未来，但是当你具体去操作具体做事的时候，又不给你资源，又不给你所谓需要的一些材料或者是条件，那么你就知道其实他们所谓的那个理想根本就不可能在当下的情况去实现。那么这样子的你就相当于收集到了更多的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帮助你去判断，比方讲，那么当前你该怎么办？你是继续为他们我们所谓的这个辛苦的卖命或者是你是继续的我们所谓的跟着他们不切实际的做梦还是说你现在改变，踏实下来，去完成你当下条件里，你当下环境当中能够做出最好的结果？那么拿出成绩，用事实说话，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去推进和改观。又或者宇宙当前你看这个乌鸦的智慧，有的时候呢，我们去跟所谓的外界连接的时候当我们的这个外界环境真的不和谐，或者是这个外界环境真的不友善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不跟他们连接。我们有的时候很多就是说希望别人能选自己，对吧？希望别人能选我，希望别人能够喜欢我，希望别人能够支持我。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自己的这一张重要的选票，就是你也有选择的资格。你可以选择加入他们的团队，你可以选择不加入他们的团队，撤离他们的团队，你可以选择不去，对吧？需要他们的支持，你可以选择不听他们的所谓的这种错误的领导。虽然有的时候在工作里可能我们不能一味的去当然看工作的这种方式，有些工作可能不能一味的去拒绝但是有些工作，比方说有些朋友你是做这个艺术创作或者是说做一些可能是自己去独立的工作这种方式那么你也许就可以去拒绝。如果你手上有这一张拒绝的门票的话，而你当前可能没有考虑，那我觉得宇宙当前这个乌鸦的能量也是让你去冷静的想一想，通过你的观察，通过你的冷静，去准确的判断出你当前的环境对你的一种影响，你当前的环境对你的未来的一种干扰，或者是对你未来的一种可能造成的一种我们所谓的左右摇摆究竟是把你带到更好的更加理想的地方，还是有可能拖累你。那么当你判断出这个当下和未来的远景之后呢，你就可以更加清晰的做出你当下的决断，对吧？无论是
不去听从他们的，还是说去结束掉，还是说不得不去跟他们继续，我觉得都是能够更加清晰和理智的吧，去判断出更加一个综合的或者是更加全面的一个局面和状态，从而让你，我们看这个乌鸦，这里有个小眼睛，对不对？我觉得从而让很多的朋友在思想上可以扬升，这个是风向能量，可以去扬升，可以去走上去。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困境都是因为我们陷进去了。如果我们真的在一个状态里，这个环境里陷进去了，我们就要飞到一个高一点的地方，让我们的思想可以飞上去。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去看向眼前的这个小局面，我们也站在更高的地方去看一下未来的远景和更加长远的一个规划，也许很多朋友就能够绕出来，就能够走出来，就能够看清楚当前的一个局面。所以我觉得当前吧，第一副牌的朋友，宇宙正在为你加入的一个新的元素我觉得也是帮助你去怎么讲呢？成为自己的导师，成为自己的一种支持，成为自己的一个队友。对，我觉得是更加多的注入了自己的能量的一种影响对你自己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别人对我们有影响，但是我觉得当前第一组牌的朋友，宇宙为你加入的能量都是去加持你自己，从你开始去散发更多的能量，更多的影响力，更多的控制力。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很希望生活是在自己的控制之内，对吧？但有的时候很不小心，就是可能生活被别人给拨走了这个主动权。那我觉得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宇宙通过这个两个不一样的方向一个是火，一个是风，我觉得是把你的生活重新拽回来，放在自己的手里，去书写你想去书写的，去画你想画的，哪怕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前方的路你需要自己一个人走一走，但是我觉得这个自己一个人走一走当前来看的话，这个能量是很有必要的是很有必要的。好，那么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当你的生活里加入了这些元素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生活的一个改变这些能量能够为你带来如何的变化呢？我们在讲坚持下去你就会成功，那么这个未来的成功的样子未来的这个赢会是如何的景象？来自宇宙当前给你的指引是什么？好，第一张牌呢是宝剑9，这张牌呢讲的是，可能当前有一些朋友在这个环境里已经觉得有一点无奈了，已经觉得有一点好像是失败了，已经觉得可能自己有一点像是没有办法去获得这个自由，可能被一些能量所束缚，或者是被别人所压制住了那么宇宙在当前呢看到的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去把这种所谓的烦恼就是在当前的局面里丢出去。宝剑9，让这个风我们宝剑元素是风，让这个风呢能够游走你的思想，把这些烦恼带出去带走，并且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去勇敢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是勇敢的承认自己可能所谓的没有办法战胜当前的这些人没有办法去迎合那个大部队，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承认自己没有办法去加入某些群体。那么这个所谓的承认呢，看起来好像是失败，但其实呢反而是一个新的开始的一个起点，让你能够看清楚自己究竟是谁，也能够让自己更加清楚的看到就是你的选择是什么。当前我们看到这个宝剑9出来以后，这个烦恼被你扔出去，而这个指导灵就在你的头边，你看在你的这个床边，或者是在你睡的地方，他们为你带来的是更加清晰的一种判断和认知，而你的裙子上画满了星星，代表着希望就在前方。当你想好，当你休息，当你丢掉烦恼，那么你站起来，我觉得希望就在你的眼前。宇宙当前为你带来了刺激，所以这个辣椒的能量一定能够为大家带来一种助力的。好，宇宙的第2张塔罗牌给出的是魔法师魔法师。那也就是说，可能当前的第一副牌的朋友有一点要是做决断的感觉，就是我们看到当前你的这个环境不支持你，那么你就需要去自强。如果外面的环境都支持你，
都对你很好啊，赞赏有加，那么你就是被别人推着往前走，是吧？那么当前这个环境不支持你、拒绝你、否定你，你就需要自强不息，你就需要去通过自己的能量去守住你的这一份坚持。当别人否定我们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是知道我们所有的全部，而是他们可能否定的是我们，或者是他们看到的那一点点。那么当前的1号牌，我们刚才看9号牌，现在看1号牌，所以我看到是第一组牌的朋友啊，你现在要自己强，你要自己相信自己，你要自己有足够的坚持、意志力、决心，让自己成为自己生活里的魔法师，也就是这个主动权要重新回到你手里。有的时候我们要敢于做一个不一样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要敢于走一条不一样的路，才能够给自己闯出一个新的天地。所以呢，这个魔法师出现在这里啊，我看到是一种坚持，我看到的是强大的行动力，我看到是你对自己啊充分的一种认可还有认同，你将是这个我们所谓的无尽创造者。同时呢，我也觉得很多朋友觉得在你的能量里啊，这个魔法师给我的感应，就你需要去销售自己，或者是你需要去把自己的你的观点、你的方法、你的这个作品，还有你的一些想法啊，你要自己输出，不能被动的去等待别人问你，不能被动的等待别人去需要你，而是你要主动的把自己的这个想法、点子、作品啊、能力啊，就是用一种方式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火辣辣的辣椒，对不对？你的火种，这个火要烧起来，这个火要有风的能量煽动起来。所以你看白羊座啊，我觉得是自己要走出去，自己要闯出去，自己要能够主动的去突破。如果当前你的这个环境真的是他们啊不支持你，然后呢可能打压你、拒绝你，那么你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人，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人啊，在你当下所熟知的这个环境之外的人，能够去让你去做一些改变和尝试，从而可以跳出这个局面。我们有的时候在讲啊，向上和向下。也许在工作当中，我们习惯了就是这个我们习惯的这个，比方说领导啊，或者是我们习惯的这些团队的人呢，我们能不能够去把自己更大的一种我们所谓的宣传，或者是更多的人群啊，向上跟向下，比方说能不能寻找团队的这个支持，就是你同级团队的支持，或者是你下面别人支持你的人的支持。有的时候呢，我们能不能够去往更上的人因为这些人可能他们是一个局面，有没有更高的人，或者是更加能够做决断的人，能够去得到他们的一种认识或者是他们的一种赏识呢？我觉得这个是向上和向下两个方向给大家做参考。魔法师你需要去自己去我们所谓的让自己的能量吧，让别人看到你不要被动，不要等待。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张牌。好，第3张牌呢，我们看到是命运之轮。 OK， 那么我觉得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一定要坚持一下。这个坚持呢，我觉得也带有很多的改变一个是想法的改变，一个是宇宙带给你的一种刺激，一种机遇吧这个机遇我觉得你要自己闯，自己找，自己踏。而命运的轮子呢，当前也转动了起来，说明好运在你的这一边。而接下来呢，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会朝着更加对你有利的方向去前进。同时呢，命运的轮子我也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讲每个人吧，他都有运势的高点跟低点，每个人呢也有所谓的运程当中的一些可能会带有和显化的能量那么当前的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命运的轮子既然转动起来，你就要相信有些事情它不可能是一直保持在一个原地的状态，你也要相信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去灵活一点，我们要去换一个角度。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做别人的学生，或者是做别人的团队里的一员，对吧？我们去服务，我们去支持。但有的时候你能不能换一个角度，就是做老师，让他们做你的学生，对不对？因为我这边看到魔法师嘛，就给人的感觉是你要去成为别人的领袖，
或者是你要成为别人思想的引领者啊，不是说被别人引领，而是说你去引领他，你去影响他，你去改变他，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命运的轮子出现在这里啊，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一定要在当下的这个能量里去转动，去转变。就如同你的改变是你运势的转变啊，你去主动的把命运的轮子抓在自己的手里，去改变啊，轮子在你的这个地方，你要主动的拿这把剑去改变这个命运，改变当前的局面，改变你当前所看到的一个镜像。你可以做到的啊，第一副牌的朋友，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从塔罗里面吧，我觉得是2张牌里都可以看到成功啊，这种改变，1号牌、10号牌，对不对？9号牌这个结尾啊，去释放掉你的焦虑，释放掉你的烦恼。我觉得新的机会啊，还有新的一种局面，新的一些可能性啊，其实离你非常非常的近。第一组牌的朋友，好，来，我们最后啊2张牌，我们来看一下。坚持下去，你就会赢。我们看宇宙当前给你的指引是什么？感恩宇宙。好，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牌呢是这个52号牌啊 ，Magical Map Shifter。OK， 这个呢，我觉得当前这个能量啊，好，我们先来看吧。这个是说魔法的啊，这个是地图的一个转换师。好，我们这张牌啊，可能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地图，或者是我们对自己的事业理想都有一个蓝图，对不对？那么什么叫地图啊？地图就是指南针。它指向我们往左还是往右，往前还是往后，是停下来还是继续向前，对不对？那么当前呢，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就是在你的当前的人生规划里啊，你可能需要去改变一下你的方向，或者是改变一个途径，改变一个思路。就比方讲，如果当前的这个环境啊，比方讲你去探索，你去寻找你的宝藏，你走在了泥泞的沼泽里啊，或者是你走到了这种小人的国度里，你看这里有很多人，他们拒绝嘛。你明明生理就是你明明带了很多的宝贝，你明明很有才华，但是却得不到赏识，还被别人拒绝，那你就知道这个环境不对，对不对？你就知道你走在这个泥泞的沼泽里，那么你知道你前方的道路可能不在这里，目标也不在这里，你又来到了这个镜像，你就需要绕一个弯，你就需要拐一个弯。大家开车吗？或者是你坐过公共交通吗？这个航线啊，有直线，有弯道。上山的路很多时候都不是直线，而是弯上去，绕上去。所以我觉得当前吧，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改变的方式啊，其实很简单，就是绕一个弯，绕过这些人，绕过这些拒绝，绕过这些不懂你的人，绕过别人的认同啊，绕过别人要给你发通行证，你现在要自己给自己发通行证。或者是你走到其他不需要他们给你发通行证的地方，让自己走上去，让自己可以飞上去。你看这个人他有一个小翅膀，让自己可以飞上去。我们这里还看到一把钥匙啊，我觉得是给自己的人生当前的局面去解锁。所以呢，当前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不要去沮丧，也不要去轻易的放弃。我觉得很多事情当前就在你的一念之间，你可以自己去掌控你的人生。你也可以自己啊去显化你想显化的未来，只是说这个方向这个方法需要你当前做一点调整啊。52号牌，我觉得宇宙非常清楚的告诉你啊，要去转变一下，小小的转变啊，通过你的冷静跟观察看清楚，然后呢找到最准确的方式，让自己转变，让自己改变一个赛道，或者是让自己可以去换一个思路啊，换一个思路，换一个方式。OK。好，第2张牌，我们来看宇宙给出的指引啊。第2张牌呢，我们看到是30号牌啊 ，Making a choice
啊，这个是做选择。感觉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在你们当前的一个生活的环境里啊，可能真的是需要你们去做选择。只有你们选择了，比方说是离开，还是去坚持，或者是选择换一个地方，换一个环境，还是坚持在这个环境里冲过去。无论这个选择是什么，你都需要做出这个选择。因为很明显啊，当前在你心里有犹豫，你心里可能一边想的是我想换一个地方，我想换一个环境啊，我想离开这些人。另外一边呢，可能心里又想，那万一换的地方不好怎么办？或者是说，要不要试着停留在当前的环境，再努力一点点，坚持一下看一看。那无论你的选择是什么，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当前宇宙给你的重大指引，就是你一定要做出这个选择。如果你不选择的话，你就永远会在这个中间地带停留。那么中间地带不会给你任何的所谓的突破。如果你的选择是改变环境、改变地点、改变这个人际圈子，那么你就需要去主动的去行动，主动的去改变，释放掉焦虑，让自己的这个火辣辣的这个火种能量燃烧起来，要行动起来，对不对？改变这个地图的这个方向。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那如果你的选择是继续停留在这个环境，那也可以啊，那你就需要去换一个思路，跟这些所谓环境里的人打交道，而不是用原来的方式去看待他们。因为你的心里已经知道，可能当前的这个环境里有些人、有些事、有些局面、有些条件可能不可逆、不可改，那么你就需要去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自己的冷静思考啊，去寻找到新的契机，在当前的环境里寻找新的契机，寻找新的可能。这个改变也是从你的思想里啊去做出的改变。所以这个选择做出来，不是让你停留在原地不动，而是做出选择，自己究竟想怎么样。那无论你的选择是离开还是选择坚持，这都是选择，而不选才是最不可要的、不可取的。一旦你做出选择，我看到宇宙呢会带给你强大的一种，我觉得是能量的助力啊，并且呢也会有外界环境的改变来帮助你。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做出你心中觉得当下对的选择，做出你心中觉得当下你心里想做的这个选择，想选的这个方向。通过自己的灵性，你看这个顶轮啊，通过你的这个顶轮的打开，你头顶的这个顶轮，去接收到你的高我频率，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宇宙的频率，去带给你的这个指引，你想怎么样？只要你想，你就去做，你就去坚定它，你就不要怀疑它，不要去犹豫它。那么我相信啊，接下来就是这个能量的转变 shift， 你将成为自己人生密码的改变者，你也将成为接下来我们所谓的这个生命的蓝图的一个转换者。你将看到这个变化，你将注意到这些机会，你也将抓住这些机会，成功的让自己可以起飞，成功的可以让自己我觉得是越来越接近你的理想和成功。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为你们所连接到今天什么样子新的元素正在加入你的生活，坚持下去，撑下去，你就会赢，你就会成功。那么在这里呢，祝第一副牌的朋友，祝你们好运。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那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 Golden Healer 黄金疗愈水晶 ，OK， 非常的美丽。我们把它放在这边 ，OK， 放上面。好，今天呢我们要来为大家连接的这个能量是来看什么样子新的元素会加入你的生活。那么请你撑下去请你坚持下去，你就会赢，你就会成功。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主牌。第二副牌的朋友，今天呢我帮你们抽到是这个 dissipating 这张牌呢其实是讲的虚度光阴。当前呢在牌面当中我们看到一个老奶奶，然后呢她在看电视，对吧？旁边呢还有她的伴侣就是这个金丝雀也在陪伴着她，仿佛在跟她讨论着什么可能是在讲这个电影呢，可能是在讲这个画面呢。这张牌呢其实是在讲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有非常多的大的点子，好的新颖的想法，
但是呢，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有多少人真正的把这些点子跟想法一瞬间的念头当做认真可行的计划，或者是认真可行的去计划，把这所谓的大的点子，把这所谓的美好的愿景，把这所谓的梦想变成现实。可能现实当中大多数的人就像我们在这张卡片里面所看到，想了多，真正去做的时候吧，就是非常的缺少行动能力和实践能力，从而导致自己的一生这么长的时间吧，可能最后的这个自己的远大梦想，或者是自己的这种野心，或者是自己的一种志向志愿，最后却没有真正的实现。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站到人生的最后那一天就是在这一生的最后一天，那么你去想一想，你当前的这个行为，你当前的这个计划，你当前的这个行动能力，是否是能够让自己不后悔的？是否是自己觉得我们所谓的赞同的，或者是你觉得是很勇敢的，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一张牌今天这个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虚度光阴。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样子新的元素正加入你的生活。所以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能量当中，我读取到的可能你们是一群有很好想法的人，你们是非常聪明的人，但是呢从当前我们这个能量里吧，我觉得可能你们的实践能力行动能力稍稍的有一点缺乏。再来呢，在你们的能量当中，我也看到了可能你们对于自己的这个想法跟点子就是有一点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他们太大了，因为他们太美好了，或者是说你对于自己的行动你的要求甚高，你在寻找着完美，你在追求着所谓的完美，而耽误了这些所谓的最重要的这个第一步的时机。我们在讲万事开头难，如果第一步先走出去，可能接下来就没那么难了。可如果第一步不走出去，就不可能有接下来的所有和一切。所以呢，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想一想，你当前的这个状态，会不会自己有非常大的想法，自己有非常远大的梦想，或者是说你对自己其实有非常好的人生追求，但是当前呢，你想着想着就坐下来了，你想着想着就去看电影了，你想着想着可能就去跟朋友出去玩了。那么当前第二组牌的朋友，新的元素要加入你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新的元素是推动你完成你的使命，或者是我就有一种力量吧，把你推出那个起跑线，也就是说那个第一步我觉得是宇宙会来给你加强我感觉到有很强这个能量吧。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了我们具体去连接，究竟宇宙要加入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新的元素来帮助你实现这个梦想，或者是把你的这个局面给打开因为我觉得当前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有一点坐下来就是静下来了，没有真正的去动起来。我们来看宇宙要为你加入什么样子新的元素呢？好，那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抽到的是这个龙蒿叶这是一个火元素，是一个香料的能量那么龙蒿叶呢，其实在那个法国料理里面用的很多 ，OK， 在法国料理用的比较的多。那无论怎样这个龙蒿叶呢，它其实是讲的说，生命当中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计划、行动、physical 身体的相关的一些，我觉得是动感吧，要跟你的精神，要跟你的所谓的理想，要跟你的梦连接，并且对齐。刚才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能量我觉得很多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其实非常的聪明，但是你们的行动能力真的需要去加强。宇宙当前呢，在你的生命当中正在为你加入的新的元素是火元素，是一种让你再生的能力。那么这个再生呢，让我体会到了，就是有一部分第二副牌的朋友如果说你们觉得自己现在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虚度光阴，或者是把自己的时间就是没有去非常有效率的去运用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怪你，这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你之前可能奋斗过一次，你之前为自己的梦想买过一次重大的单，你之前可能是非常的我们所谓的拼尽全力的往前奔跑，但是呢，结果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可能是比方讲
你去奋斗，或者是你去创业，你去远行，但是那个结果你看到的实相和你的心中的这个梦差距非常的大，所以这个所谓的现实打压了你的信心，或者是打击了你的一个勇敢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也看到有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在上一次的努力里，在上一次的尝试里遇到了不好的陪伴，因为当前我看到是这个金丝雀嘛，你现在是看电影，没有看你的伴侣你的这个伴侣就是你的这个陪伴在跟你讲话嘛，所以有可能你不相信这所谓的人性，上一次的努力，上一次的全力以赴，你看到是人性的背叛，或者是你看到是那些不能够跟你齐心协力去创造的那些OK， 那一群人吧，那么也许在你的心里也非常的失望非常的失望，所以在你的心里仿佛有一个小小的刀口他在那个地方，或者是有一个所谓的过去的一个印记吧。每当你想走出去，每当你想尝试，每当你有新的想法的时候，都有这一道伤口在提醒你。你看，你上一次勇敢了，你上一次相信了，你上一次做了，结果呢？就是那种有另一个自我的声音在心里跟你去斗争，把你劝退。那么宇宙当前要为你加入的新的元素就是再生的能力，龙蒿叶，让你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料理，或者是让你的这个生活增加新的味道。一个不应该如此，我觉得是平庸，不应该如此乏味，不应该如此仅此而已的生活，加入一个很独特的味道。因为我看到了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灵性也好，你们的这个聪明的智慧也好，还是你们的独特的思想方式也好，其实你们是一群很特别的人，你们的想法与众不同你们的奇思妙想，你们的那种 big ideas， 你们的大的想法，我觉得是非常具有创新的，或者是非常有创意的，能够对你自己我觉得是带来非常好的影响，也能够对这个受众人群吧，或者是这个受众团体带来非常好的影响。所以当前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不要轻言放弃其实这个放弃与否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有些人可能在一生失败过很多次，大家想一想那个肯德基爷爷的故事，他都已经大家看那个肯德基那个老爷爷这个眉毛都白了，胡子都白了，他是在那样子的年龄里才成功的创造了他的肯德基品牌。而在他年轻力壮的时候，他不知道失败了多少次，但是他都没有放弃。那么第二组牌的朋友，你想一想你当下的年龄，你想一想你当下的状态，你是不是比当时的肯德基也有更多的资本，有更多的时间去走你想走的路呢？所以无论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或者是看到过什么，那么我相信呢，那只是人生的一角宇宙说那只是人生的一角。请第二副牌的朋友当前呢，我觉得是整装待发。今天挺有意思的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也是一个白羊座火象的，说明一个全新的未来。但是这个未来我觉得是再一次的未来，就如同 2.0 版本的一个新的开始我觉得是正在等待着你们去开启。你们是再生，你们是重启，你们是蜕变，对不对？好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副牌第二张牌。我们继续来看来连接什么新的元素呢？正在加入你的生活。选得到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生命当中是什么样子的新的元素正在加入你的生活，为你的生活带来改变。感恩宇宙。好的，我们看到了蝴蝶。OK， 这张美丽的蝴蝶你看今天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黄颜色呢，对应的是我们太阳神经丛脉轮的颜色它是我们的这个胃门，它是我们这个内在的这种火焰，它的火焰重点的一个作用和功效是消化，只有把东西消化掉了才能够去吸收这个营养，才能够去真正的找到这个能量的源头，就是我们在讲那个元素。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可能是糖分，那么最后呢，要把它转换成我们所谓的营养或者是能量为我们所用。所以我们吃东西进去的是食物，其实它转换成了能量，最后呢成为了我们比方说干活呀读书写字工作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能量的，对不对？所以当前呢，我看到这个蝴蝶我其实第一个感应就是很多黄颜色
我觉得是落在第二组牌的朋友这里啊，你们要重拾信心，把过去的经验、过去的体会、过去的遭遇啊，我觉得是把它们消化，把那些经验和不好的体会或者是好的体会全部都消化成最基本的元素，幻化成你现在往前的一种营养或者是能量，去把它们变成你的动力，或者是变成你的一种 motivation 啊，就是像那个汽车汽油，对吧？去助你成长，它是经验。另外一边呢，我也觉得它是你的动力，它变成了你的意志力里面的一个强大的基础。因为你曾经走过，你曾经经历过，那么第二次的你一定会比第一次走得更加稳，更加的有经验，可以去有更大的机会成功。对，因为很多事情啊，第一次尝试其实是蛮容易遇到一些事情的。那第二次呢，一旦有了经验啊，其实我们是会自己啊，这个聪明才智在你这里，我相信你一定会就是趋吉避凶，或者是说知道怎么样去应对一些事情，然后呢，也知道自己更加坚持的是什么，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完黄颜色啊，我们再来看这个蝴蝶。蝴蝶说，我正在张开翅膀朝向什么，或者是迈入哪里。我们这边的关键字是 emerge 啊，我觉得是出现啊，出现。所以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已经消沉了一段时间啊，从宇宙的这个能量里看啊，你安静了一段时间，你从大众的视野当中啊消失了一段时间，你把自己关起来了一段时间，你沉静了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沉静，这个所谓的远离，它不是永远。只要你想好了，第二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宇宙的能量啊，只要你想好了，只要你真的愿意再来一次，或者是说你希望再来一次的话，那么所有的运势都是站在你这一边的啊，所有的运势都是站在你这一边的。如果之前的你，我们所谓的是小试牛刀的话，那么这一次我觉得你会展翅飞翔，像这个蝴蝶一样。那些说你不好的人，那些打压你的人，那些嘲笑你的人，他们并不知道，其实你当前的这种所谓的消沉也好，或者是当前的这种静养也好，其实都是为了去转化成为一个更加好版本的自己。你的美丽当前其实还没有对人展示，你的美丽在第一次的努力，第一次的尝试当中，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释放。那么宇宙在讲这一次它将为你加入的生活里的新的元素啊，就是助你成长，助你蜕变，助你再一次的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我觉得是一鸣惊人，或者是一炮而红，或者是华丽的出场是华丽的出场。所以对啊，我觉得这个能量啊，对于第二组牌的朋友来讲，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激情的，很有动力的，很有感觉的。我想作为你内心当中那个真实的自己，第二副牌的朋友，你摸摸自己的心口，你摸摸自己的这个头顶啊，也许你会感觉到走出去，出现在大众的视野，或者是再一次的出发，才是你内心真正的召唤你自己去想一想。好，那我们看到了这些新的元素以后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塔罗环节。我们来通过塔罗牌的具体信息，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部分的占卜就是说坚持下去你就会成功，撑下去你就会赢。那么这个能量究竟是什么样子具体的情形，我们来让宇宙给我们一些预测，给我们一些指引或者是提示。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呢是圣杯七的逆位。这张牌呢，宇宙在讲撑下去你就会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你要去打破所有的想法。想法固然很好，但是不能太多这张牌我听到的第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在讲第二副牌的朋友，请你们集中注意力，把你所有的想法整理一下，找出那个你最想走的一条路，找出你最想去实现的计划的那个想法，把它找出来，也就是这个圣杯，那个你心里最闪闪发光的一个点子，你心里最闪闪发光的一个愿望，你心里最想在2024年实现的那个心愿，把它找出来，
把它写下来，把它刻在你的脑里，刻在你的心里。然后呢，就是把所有其他的想法都暂时静下音来啊。我们在讲那个音响啊，静音，不让那些想法再躁动。我觉得是平静，是选择，是抓住啊，在众多的选择里抓住那个最重要的，抓住你人生当中，我觉得是2024年啊，最伟大的，最想去实践的，最有可能实现的那一个方向或者是心愿，这个就是圣杯七的逆位。好，再来，坚持下去你就会赢。第二张牌是什么呢？权杖七。这张牌讲的是不要逃避啊，不要逃避。第二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的能量在告诉我，你可能在后撤。你当前的状态呢是在远离，你在与世隔绝，你在休养生息。那么也许你曾经所尝试的那条道路是比较有风险的，比较麻烦的，比较复杂的，甚至人际关系里是存在着对抗或者是强大的竞争。那么也许在你的心里对于这种能量已经疲累了，你累了，你不想再这样下去了，对不对？那么宇宙的能量在告诉你啊，逃避、回避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问题。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我们都很期待的是和谐美好，对吧？但是很不幸，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勇敢的面对，正面的扛。那么权杖七这张牌就是正面硬扛。我感觉到啊，就是说，第二副牌的朋友啊，当你再一次的去重启，当你去再生了以后呢，我觉得你会有更多的经验吧，去面对曾经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挑战。我们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我觉得这个能量对于第二副牌的朋友来讲非常的应景啊，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我觉得你不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爬起来，而是在哪里跌倒，就从那个地方重生。就从那个地方飞起来。你要在那个地方，在那个环境，在那个人的面前告诉他，你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自己。 OK， 那么你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休养生息，你这么长时间以来的疗愈，你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冥想啊、沉思，已经让你幻化成了一个更加成熟、稳定、强大的自己。那么当前我觉得宇宙的指引是，时间已到，请你在哪个地方失败，在哪个地方跌倒，就在哪个地方，我觉得是重新的出现，让自己可以我觉得是勇敢的面对，勇敢的面对过去，勇敢的面对那个人，勇敢的面对那个环境。你将这一次我觉得是绝对的实力，以绝对的实力用事实说话，让大家对你就是甘拜下风，让那些人 OK 看到你的这种成长非常的振奋人心好，来最后一张牌。最后的一张牌呢，我们看到的是世界牌的一个正位。这张牌呢给我的能量连接感应就是我们刚才讲不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嘛。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对于你们上一次的经验，对于你们上一次的经历仿佛有最后的一个句号，你没有画完。也许你在那个地方选择抽离，你在那个时候选择逃避，也许你在那个时候选择放弃，或者是不再去连接。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次吧，这个新加入你生命的这个元素吧，它会让你再一次的回到那个原点，或者是让你再一次回到原先的那个场景。你将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是画出最美丽的句号，最美丽的句点。人生有的时候可能是真的需要交答卷的那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这个世界就是你的答卷，这个世界牌就是你的交代。那么这张世界牌呢，它代表着一个旅程的结束，也同时代表着一个旅程的成功完结和成功。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吧，已经预示了第二副牌的朋友，你接下来走的这个 2.0 版本的重生之路是你的对第一个阶段的完结篇，也是你去开启下一个阶段的一个仪式也是这个仪式，你会非常成功的把过去的经历我觉得是全部的吸收和归纳，
并且让自己可以去吸收所有上一个阶段给自己带来的能量和影响，也算是你的宝贵人生经历了。而且呢，最后的这个据点将把你推向高峰和这个高潮，你会非常华丽的、美丽的、绚烂的我觉得是完成这一堂课，人生的课。世界牌，我觉得你将华丽的转身，那么接下来你眼中或者是你心里所看到的世界将会是一个全新的、美好的、新的开始。OK， 这个是世界牌，很美啊。好，OK， 那我们看到这里呢，最后我们来要请这个宇宙给我们一些具体的提点，给我们一些建议啊。关于第二副牌的朋友，什么元素正在加入你的生活？宇宙对这个整体的能量有什么具体的提示呢？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呢，我们看到是这个龙穴。这张牌呢，我看到是这个就是有一些朋友当前在你的心里吧，对于这所有的美好未来，可能都是非常期待的，也是非常兴奋的。但是呢，在你的心里总是有一个冰冷的龙穴，就是这个恐惧占据了你的心。那也正是因为这种恐惧，所以你可能当前不太敢去实践，不太敢让自己重新的站出来，或者是站起来。那么宇宙当前呢，仿佛听到了你内心的心声仿佛听到了这个能量所以宇宙呢，当前在告诉你，你眼中所看到的，你心里所害怕的这个龙穴，也就是这个恐惧的能量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宇宙在讲，接下来的路呢，你要小心的、谨慎的去走。你的恐惧它不会变成所谓的不好，而是说你内心的焦虑和恐惧将变成你小心谨慎的一个避风港。那么这张龙穴呢，其实也是一个建议，就是当前第二副牌的朋友 2.0 版本的自己不是随便的去冲，不是所谓的那种天真无邪的去闯，而是你有经验了，而是你已经有过一定的阅历了。那么这一次去走，你就知道敌人，或者是你知道这个状况，它的这个难度，它的挑战，那些点究竟在哪里。那么这一次你去走，你就会小心谨慎的，比方说避开不好的人，避开有可能踩的雷，避开那些坏人给你的一些我们在讲的陷阱，对不对？让自己选择一条更加安稳的、更加有可能通关的路，稳定的往前。那么宇宙在讲，你将获得终极的成功你将获得终极的成功。在龙穴里看起来很危险，但龙穴里却有宝藏。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吧，都是风险和机遇所共存。第二副牌的朋友走过去，你将面对内心当中可能真正的恐惧，但是你走过去，你将战胜你内心当中真正的恐惧，你也将从这一次的经验当中成功的复苏，成功的崛起。世界牌。好 OK， 第二张牌，最后一张牌宇宙的指引跟建议来给第二副牌的朋友。第二张牌，宇宙说，请你飞起来flying flying flying。这个牌非常的美，我们看到是飞马跃起金丝雀也跃起了。OK， 我们现在看到是这个小鸟，它是在家里面被锁住的状态。那么接下来呢，这个金丝雀是快乐的飞翔飞到了这个天际。这张牌呢，其实我听到大概是这样几个意思吧。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眼前的迷局，你眼前当下的一个迷宫因为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现在其实是属于静止，你没有真正的冲出去，你没有真正的去走去闯。那么也许你现在呢，就在自己思想的迷宫里就是在下面。宇宙给你的建议呢是飞起，不是让自己去迷茫，而是让自己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向你的自己的局面，也是看向自己的未来。那么这个飞起的能量呢，我觉得在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想法当中其实已经形成了。我觉得你们很多人其实已经从上一次的经验跟教训里看到了很多很多，总结出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只是这些东西呢，你们现在还没有去运用，因为你们没有去用嘛，对不对？你们没有去走嘛。所以宇宙在这里告诉你你要飞起来，你要相信自己可以一跃而起。
所以行动力，快速的行动力是你当前非常需要的。那么这里还有第二个能量啊，第二个能量呢就是这个陪伴。当前呢，第二个牌的朋友，我觉得你在能量当中吧，出于各种原因，可能对于这个陪伴的能量不是特别的满意，或者是说不是特别的相信啊，不是特别的这种我们所谓的信任吧。那么在接下来啊，我觉得是再一次重生吧。我觉得你会遇到非常好的陪伴，欣赏你的人也有可能是你的贵人，也有可能是你的观众啊，你的这种真正欣赏你的美，看得懂你的美的这些朋友们啊，我觉得是灵魂伴侣啊，或者是在他们的眼中，你就是那个最特别的你，你是那一个你想被发现的那个你，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呢，也让我看到了，只有当你自己去转换你的能量，你才能够遇到，你才能够去发现那些你心里面真正想去连接的朋友啊，那些真正想爱你的人，那些真正想支持你的人，他们其实在另外一个维度啊，你看他们在天上啊，他们可能在另外一个维度，只有你飞起来，只有你行动起来，你才会看到他们，你才会有机会跟他们去相遇。而那样子的一个明天，而那样子的一个未来，我觉得是充满希望，充满美好的，也是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心中可能真正希望的一个生活的状态，生活的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看到了非常多的翅膀啊，我们看到了翅膀，我们看到了黄色。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啊，在你生活中，如果你看到了翅膀，如果你经常看到这种黄颜色重复的出现在你生活，你就知道宇宙已经用它的形式在为你打入，在为你去形成所谓的宇宙的这种特别的这种迹象，它在用这个所谓的同步性提醒你时间已到，它在用它的方式，这种信号的方式在向你传递他想告诉你的一些讯息。希望第二副牌的朋友呢，我觉得是用心观察你的生活，用心去感受你自己内心告诉你的这个答案。那么在这里呢，就衷心的祝福第二副牌的朋友啊，祝你们可以早日的去开启 2.0 版本的自己。我相信这一次的飞跃一定能够让你们非常的开心，让你们对自己非常的满意。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颗紫色的水晶，好，放在这里。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这个能量是来看什么样子新的元素正在加入你的生活，你坚持下去，你撑下去，你就会赢，你就会成功。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抽到的这张牌卡。我们看到这里是一个balance， 对吧？这张牌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它讲的是在一个村落里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导演，那么他在他的这个小剧院里面做着他喜欢的事情，跟他喜欢的人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但是呢，这个人心里肯定是有一个所谓的大梦想。这个大梦想呢，我们把它理解成好莱坞之梦，对吧？每一个导演，每一个这个喜欢艺术的朋友可能都会觉得好莱坞才是他们最大的舞台。那么这个呢，我们都非常好理解。所以呢，有一天在他的这个工作里面，就遇到了一个所谓的星探吧，我们这边是叫星探，对吧？星探呢就来到他的这个村落发现了他，然后呢就给他一份合同，合同上写的是呢，他会帮助他成就他的这个好莱坞之梦。那从此呢，这个所谓的我们所谓的这个剧院的这个导演他就开始去跟他的爱的人就是远离，因为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成就一个大事业，对吧？马上自己呢就要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呢就开始没有去继续做自己的工作，然后呢就去等待。那么他等这个所谓的星探一直都没有给他所谓的分派这个工作也没有把他带到好莱坞。然后呢他就问这个星探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星探跟他讲就说还没有遇到就是合适他的工作。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里从这个所谓的小小的典故当中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吧，我们所遇到的一个好像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就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东西，甚至是太过于美好的东西
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呢确实要抓住，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去有一个所谓的谨慎的心吧啊，我觉得是这样子一种感觉。因为在这个故事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遇到这个星汉，有人跟他说他可以帮他成就他的好莱坞之梦啊，这些都很好。但问题是在这个人的选择当中，他远离了他亲爱的人们，他还远离了他原来所谓的这个剧院的这个工作啊，相当于他抛弃了自己所有的一切，去等待一个承诺，去等待一个诺言。但是这个所谓的承诺跟诺言最终能不能到来，我们从他的故事里看到的是一种所谓的失望，是一种感觉就是挺遗憾的，对吧？所以我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啊，今天你抽到了这张牌平衡呢，我觉得在你生命当中的某一个点，你可能走远了一点啊。我觉得当前的宇宙这个能量啊，接下来它会为你的这个生活安排新的元素啊，我觉得是把你带回来，把你带回你最佳的状态，把你带到一个平衡的、稳定的、美好的状态里来。这个状态可能包括很多很多的元素，包括很多很多的讯息啊。可能每个朋友啊，选择到第3副牌的朋友，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能还跟别人不同。但是呢，我从这张 balance 的这张牌卡里啊，我读到的是，也许在你生活当中的某一点啊，有一点失衡，有一点走偏，有一点走远了啊，可能是你自己的想法，也有可能是别人把你带远了，把你带偏了。可能你的初心是好的，你的初衷是好的，也有可能这个人的初心是好的，这个人的念头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当下的某一个地方啊，你可能需要去重新考虑，或者是说回来。好，那我们现在呢，一边去抽牌，一边来结合我们今天的主牌啊，为大家去找到究竟什么样子的元素啊，什么样子新的元素正在加入你的生活啊？我们来看这个能量信息。好，第3副牌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抽牌啊。第3副牌的朋友，我们来抽今天的第1张牌，什么样子新的元素啊正在加入你的生活？我们让宇宙给我们具体的指引，感恩宇宙。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第1副牌呢，我们有2张牌，我们就都来看一下吧。好的。好，那今天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抽到的是一个洋葱，然后呢是一个麝香花。今天的第1组牌啊，宇宙给出了2个重要的元素。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洋葱吧。洋葱呢这边是一个土象能量啊，是一个土象能量。宇宙当前呢，在你的生活当中给你加入了土元素，所以我觉得是在你的生活里啊，宇宙正在为你调试的是让你的生活更加的稳定。宇宙的能量当中，我也感觉到有一种所谓的保护啊，有一些朋友啊，在你生命当中，如果有一个方向，你非常非常的想走，比方说你想出名气啊，我们在讲有名嘛，你看这个好莱坞之梦啊，出名，对吧？或者是你想去追逐一个非常非常我们所谓的这种光鲜亮丽的一个东西啊，或者是一个非常让你觉得理想100分的一个恋人等等啊，或者是甚至是比你期待的还要好得多的一个工作啊，别人跟你承诺这个钱特别的多，别人跟你承诺啊，短时间你就能够去升职加薪，或者是说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方向你可以赚大钱，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比方说公司他会给你承诺什么什么好处，或者是说有一个这样子的恋人 OK， 你可能觉得他非常的优秀然后你觉得为他你可以我们所谓的抛下所有去追逐他，又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梦想，你觉得非常的符合你的要求，然后呢，你觉得为了这个梦想，你也可以放弃一切无论是什么我觉得宇宙当前呢，在为你的生活加入的这个元素就是所谓的一点点辛辣，一点点刺眼，一点点阻碍。也就是说，这条路这条方向你走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那么顺利，甚至有可能在你的这个方向里，你真正得到的可能很多的东西是等待，你真正看的东西可能很多时候是一种失望。就像我们切洋葱可能会流眼泪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自己在心里有点伤痛的感觉
那么请第一副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能量。有的时候啊，我们有一句话讲，宇宙给你的拒绝是给你最大的保护。这句话请第3组牌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如果这条方向啊你走起来很苦，这条方向你走起来很辣眼睛，这条路你走起来其实觉得看到的真正收获到的很多都是空头支票，那么你一定要小心，这条看起来很好，这条看起来无瑕，这条看起来接近完美的东西，也许它是一个幻境，海市蜃楼。所以我觉得宇宙要给你的第一个元素啊，就是这个所谓的洋葱，一个星星辣眼睛的东西呢，看起来不好，但是却能让你清醒，却能把你拉回现实，却能让你降回地面，降到一个稳定的地方。OK，今天呢特别有意思啊，今天抽牌这个又出现了白羊座，但是我觉得这张牌的白羊座给我的能量的感应啊，是稳定的向前走。你可以去尝试一个所谓的你想尝试的方向，但是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你一定要有一颗审视之心，你一定要有一颗自我保护的心。OK， 这个白羊啊，这个白羊，我觉得是走自己的路，但是呢，不能够说太过于的冲得很随意，而是我觉得要加入更多的土元素，就是走得稳定一点，每一个决定都多想一点，都考虑周全一点。我相信这样子的土元素进入你的生活，将为你带来的是满满当当的丰盛是满满当当的丰盛。有些很好的东西，很高的东西，不是说我们不能追求，也不是说不能够去抓就像我们看到今天的主牌好莱坞之梦，事实上我们也能够看到非常多的人，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好莱坞之梦，但是呢，这个梦背后所要付出的努力、辛苦以及怎么走可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当前呢，第3组牌的朋友，我也能够感觉得到也许在你生命当下有一个非常大的机会、机遇，或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在你的生活，也许你非常非常的想去追逐，你非常想去抓住，你非常想去冲刺，对吧？让自己可以上去。但是我觉得宇宙当前给你的能量就是说稳一点稳一点。 OK，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1章这是土元素。然后呢，我们今天又有第2张牌，第2张牌呢是一个麝香花。那么这张牌呢是给第3副牌的朋友给你们带来的是水元素。麝香花的能量出现以后呢，宇宙在讲，希望你当下能够集中注意力，去打开你的直觉，去打开你的感知能力，让自己在一个很稳定的情绪当中去找到你的真相，在一个稳定的情绪当中去找到内心，你的内心告诉你的这个真实的答案。你开心吗？你快乐吗？你觉得这些东西是值得的吗？对于你来讲，它们是否是真的意义重大呢？我们这里看到给出的一个能量是射手座。射手座呢，其实很多时候它讲的是一个更加远的我们要看一个很远的一个未来，我们要去着眼于将来，着眼于长远的计划和目标。那么当前呢，在射手座能量当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得到这个被木星所守护的星座，在你当下的这个生活里，我觉得意义和价值是很值得你去关注的。有些东西呢，可能是别人给你画的饼，有些东西呢，可能是别人希望你做这样子的选择。无论他们的动机，他们的用意在哪里，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宇宙呢当前为你带来的新的元素是让你的心开始流动，让你的情绪，让你的感官开始去为你去工作。无论他们觉得好不好，他们觉得是动机是什么，你要从自己的心里，从自己的感觉当中去找到你的答案。OK， 去找到你的答案。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值得，你觉得这件事情你愿意，那么 OK， 非常好相当于这个方向就一致了。那如果说在你的心里，其实你看到的东西未必是自己想要的而且你觉得在这条路里面，可能对方或者是别人拿到了他们想要的，而你却一直在等待，你却没有得到你拿到的是空头支票的话，那么第3组牌的朋友，请你们醒来，让你们我觉得当前是更多的用一种直觉和一种内心的
我感觉到是三眼轮的能量啊，去看到这个真相。有的时候呢，在事实摆在眼前之前，很多时候我们在心里其实早已有了答案，只是我们可能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接受罢了。那么与其我们去接受所谓的当头一棒，不如让我们早一点的醒来，去看清楚真相，去看懂这个所谓的现实。所以呢，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当前呢，在你的生活里宇宙为你加入的新的元素，我觉得是双方面的在为你去保护，也在为你去护航，为你去加持。宇宙当前呢，在用土元素跟水元素两个方面去帮你感觉，去帮你做判断，也同时把你，我觉得是带回这个地面有保护的能量在你的周围。所以第三副牌的朋友如果你们要冲的话，请你们稳一点。如果你们想去看清楚真相的话，那么宇宙当前会用所谓的直觉、三眼轮，你的感知能力去看清楚当下的一个局面，去看清楚这个所谓的方向跟选择，去看清楚别人的动机。那最重要的是看明白自己的心。好，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副牌感觉这边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当前你周围别人给你的这个承诺你一定要谨慎对待我们在讲承诺是什么？承诺是一句话，对吧？承诺是他的说辞。那么对于有些人来讲，可能承诺就是要兑现那么你现在就要想一想了这个人所谓的承诺他能不能兑现？如果不能兑现，你为他放弃一切，是不是你要小心？那么如果这个人他能够兑现的话，那么你就要是那个督促的人，因为这个承诺它是对你，所以你在这个其中你是会受到影响的，对不对？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当前呢，我觉得是要谨慎要谨慎。来，我们看一下什么样子的元素呢正在加入你的生活？感恩宇宙。好，挺有意思的今天的这个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抽到的是一张地图。这张地图呢是带你回家的路带你回家的路。那么今天呢出现的这个植物它的名字呢是罗盘草，它是草原上的指南针。好，那么第三副牌的朋友当前呢在你生活里我就觉得从宇宙当前给出的指引和能量来看的话，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OK 可能当前给出的一个承诺或者是给出的一个结果会过于的美好，描述的比真实的要好或者是当前呢在你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人 OK 让你觉得他非常的想去奔赴他，无论是感情里的、工作里的、精神上的你可能很想奔赴于他，而奔赴于他呢可能也会同时的让你远离你真正爱你的人。也许你的家人、你的亲人或者是真正爱你的朋友已经在给你很多的预警，让你看到的是这个人可能是骗子，或者是这个人可能是没有他说的那么好。而第三组牌的朋友，当前你们的能量可能会我们所的希望这个人是真的，对不对？希望这个人是真心的，希望这个人是真正为你好的，希望这个人能够带来的东西是他如他所说，对不对？当然了，这个是你的愿望，我们也很希望这是真相但是我觉得从现在的能量来看的话呢，就是宇宙希望你不要把希望放得太高不要把希望拉得太高。当前这个人呢，很多东西可能是一种所谓的幻境，或者是可能他把你真正想要的东西给说了出来，给画了出来。他了解你的内心，他了解你的心愿，所以他可能在抓着你的这一个所谓的不是你的软肋，但是我觉得是你的一个心愿吧，就是你的心意在这个地方，他知道了，所以他现在可能有一点在利用这个东西让你
相信他，无条件的信任他，或者是让你因为这个事情 OK 可能要放弃很多你原本的东西，比方说你的亲朋好友啊，比方说你稳定的生活环境啊，或者是你的稳定的工作啊，去找上另外一个工作啊，对吧？那么现在呢，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你一定要谨慎啊，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宇宙当前给了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地图啊，所以在接下来的生活里，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会从2个方面看到宇宙给你的这个迹象。第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这个方向，这个人可能在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你会不那么容易的看到现实的一种回报。也就是说，他之前给你的承诺，你未必能够看到他的兑现。再来呢，就是他可能会让你等，他会给你很多的借口，让你没有办法去反驳他。但是无论怎样，结果都不会像你之前可能预判的那么的快，那么的准确。那么这个呢，是从外界给你的一个迹象。那么第3个呢，是你的内心。当你跟这个人接触，当你在这个环境里去尝试，当你在这个方向里去走一走了以后，你会在你的心里慢慢的第三只眼，你的3眼轮，你的直觉，你的灵性会告诉你一个声音，会给你一个答案，让你重新考虑，或者是让你转头回家。因为我今天看到这个罗盘草它直接写的就是什么方向能够带我回去，什么方向什么路径能够让我回家。所以对有些朋友如果你因为这个人，或者是因为这个工作，因为这个道路的话，让自己OK 花了很多精力，花了很多时间，甚至花了很多钱的话，那么更加多的一种能量信息，宇宙会在接下来的生活里，我觉得是给你很多的指引，给你很多的，比方说能够告诉你一些方向的人吧，让你回去，让你重新回到原来自己平衡的状态里，让你不再对这个人抱有不切实际的一种幻想这个是我看到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信息我觉得宇宙它正在给你生活加入的这个元素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觉得第一个是对你的保护，第2个呢是让你避险，让你回避风险，让你回避一个不好的东西让你回避一个可能这个人想，比方说在你的身上拿到他想要的东西。那么宇宙正在帮助你去规避这个风险，宇宙当前呢正在为你去加持更多的守护还有保护。OK，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宇宙正在为你的生活加入怎样新的元素呢？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OK， 第一张牌是 Hierophant， 这个是一个大主教这张牌呢，我听到第一个吧，就是宇宙会在你的生活当中为你派来一个老师，或者是说在灵性层面让你听到非常强烈的直接的讯息，让你能够从比方说导师那里看清楚你的方向，也能够让你在直觉当中看到跟宇宙直接的对话，去找到你生活当中真正值得你集中注意力的，去找到生活当中其实真正对你有价值有意义的可能是你自己当前的这个项目，而不是对方告诉你的那个大饼，对方告诉你可以短时间可以收益，或者是你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可以成为什么样子的明星富豪，这种样子的能量请大家不要轻易的相信。宇宙呢会在你生活当下我觉得是派给你一个老师，精神上的一个导师，让你能够真正的就是引导你走上属于你的天赋之路吧，或者是说真正的去引导你看清楚这个现实，看清楚眼下的这个状态，让你马上回到你生活里的平衡里来，让你被保护这个人也有可能是你的守护者，你的保护，你的守护天使，他会保护你的这个是一个具象的能量。那么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呢，我觉得你会成为自己的守护神，也就是说你会通过自己的3眼轮这个灵性当中的所连接到的讯息，来直接听到宇宙给你的保护，从而选择好你该做的选择，从而可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保护好自己的精力，保护好自己的金钱，包括你的健康。 OK， 我觉得是守护自己吧。Hierophant。来，第2个
什么样子的坚持下去你就会成功，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我看到呢，第3组牌的朋友啊，就是如果说之前的一段时间啊，你比较的冲动啊，因为这个人可能会说很让你兴奋的话嘛，他知道你想要什么，又或者是说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一个工作，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吧，让你非常的为他着迷、为他疯狂的话，那么我看到接下来你会非常的冷静你会非常的冷静。每个人呢都有冲动的时候啊，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可能期待已久的机会的时候啊。但是呢，当我们理智下来，当我们冷静下来，你就会发现好事不在忙中。越是好的东西越是你想抓住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是你的话，你就会发现无论你怎么样去有的时候周旋一下也好，或者是等待一下也好，它不会轻易的溜走的。所以呢，我看到这边第3组牌的朋友啊，平衡将回到你的生活，很多事情呢你都会变得更加的冷静，更加的理性。我觉得你会权衡，你会比较，你会一边听他怎么说，一边自己去考虑，一边自己去判断。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当中，我也看到很多第3组牌的朋友，你将快速成长，你也将在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磁场当中快速的去打开自己的3眼轮，去锻炼自己这个感知的能力，去更加快速有效的去连接所谓的你跟这个高我频率或者是宇宙频率当中的这种连接和对应的感觉。宝剑2，我觉得你会处在一种很镇静、很冷静的状态里。对，好，再来第3张牌。坚持下去你就会成功，撑下去你就会赢。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一张牌，塔罗里面的讯息。好，第3张牌非常好，第3张牌呢是一个月亮的逆位这张牌讲的是什么呢？幻境被打破。我们今天其实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幻境这个幻境可能就是把自己包装的特别的美好，其实没有那么美好，对吧？或者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看起来可能是优越无比的，或者是看起来好像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吸引人的但是呢可能未必是他所说的那个样子，对吧？所以月亮的逆位出现在这里呢，我会感觉到第3组牌的朋友真相将被你揭晓。你的这个3眼轮的能量会让你看到所谓的看到看不见的东西。有些东西不是看到的，有些东西是看到了看不见的东西，也就是你的心里告诉你这个答案，对吧？有些时候我们去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会各种说他自己是多么的值得信赖，他会把自己标榜的各种的优秀，他会把自己包装的各种的美好但是呢我们在讲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那么当前这个月亮牌呢，我觉得很多第3组牌的朋友，你会从细节当中看到所谓的真相，有包装也有真相，有假象也必有真相那么这个人真实的意图，这个人真实的动机，还有这个人真实的情况将被你很快的发现。你也会在所谓的这个选择里面马上的回到自己回到平衡的状态里来。那么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在这个所谓的方向里，这个机会当中去尝试1、2，很快的你就会发现究竟什么东西是真正有意义的，什么东西是你其实真正应该抓住的。我这边看到有些朋友比方说你现在如果说非常想去比方说获取更多的一种成就，或者是突破自我的极限的话也许你看到了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有人给你画出了另外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呢可能未必是你的主方向，未必是你的主领域，比方说你的这个研究方向，你的这个长项不是。但是呢你却看到了他所描述的那种快准狠。事实上这种快准狠可能真的是一个不太实际的东西所以月亮的逆位就好比说你看到这个所谓的快准狠，
那你去尝试以后，却发现这个所谓的快成狠其实是什么都没有哦，那么你就会快速的回到你原先的领域，你原本擅长的地方和领域，去真正的踏实的、冷静的钻研的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把自己可以当下抓住的东西抓得好好的。OK， 你的这种稳定 OK 是宇宙给你的保护，它不会让你去所谓的颠覆，它也不会让你去所谓的做这种不值得的改变。所以月亮的逆位呢，是幻境被打破，真相要降临真相要降临。好，来今天的最后2张牌是什么样子的元素正在加入你的生活？来自宇宙当下给你的指引、信息和建议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很特别今天能量非常的特别。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哎呀，真的是你们抽到了1号牌。1号牌呢是骨头的收集者。这张牌讲的是我们在往事的循环，我们在这个所谓的灵魂去经历这个凡俗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丧失自己所谓的灵性，我们也有可能会遗忘我们来到地球最原本的这个使命和初衷从灵性的角度去解释它。那么这个骨头的收集者是在讲，请第3组牌的朋友不要担心在你的人生印记里，在你的这个人生轨道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老奶奶形象，温暖的一个神，或者是一个这种守护者。他呢，其实在把所有你们丢失的东西全部都收集在了他的这个宝藏的这个袋子里，这个药袋里那么只要你想回去，或者是想起原来的那个自己的话，那么他会为你做一个招魂仪式，他会为你去实现这一次的回归。大家看这个老奶奶，她有很多的轮子代表着她是时间的掌控者，她是命运的这个轮子的牵动者。她呢，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就像一个老奶奶，温柔的在我们的左右，她不会去影响，她不会去干预我们的这种探寻，但是呢，她会在我们遗漏的地方为我们收集好我们丢到的东西这有可能是我们的记忆，这有可能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爱人，这也有可能是我们那个灵魂最初的那个印记。所以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真的宇宙当前给你的指引跟建议是回到原本，找回那个原来的自己。 OK， 把你丢到的东西呢重新再找回来。所以这边有什么能量是 repair， 修复跟你真正爱你的人的这个关系曾经可能因为这个所谓的幻境你伤害了他们，或者是你抛弃了他们，那么当前就要修复请第3组牌的朋友，请你们相信爱你的人他一定会原谅你，他一定会在那个地方等你回去。 OK， 这个就是真爱和假爱的区别，他们一定会原谅，他们一定还在那里等你。 OK， 那么如果是你跟你自己的关系可能之前你因为比方说名誉因为 OK， 比方说短平快的一些好处你可能去丢掉了很多其实你之前很宝贵的东西那么当前呢，宇宙说那么就回去把那些你觉得珍视的东西、贵重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重新补足。我们可能会犯错，我们可能会选错，我们可能会有的时候会有点遗憾，但是我觉得当前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当中有 return， 就是回去，一切都可以重来，一切都可以去修补的也不要当前呢就急于的让自己所谓的放弃，因为我看到宇宙说这个平衡 OK 可以修复，你可以回来。OK， 好，最后一张牌来自宇宙的指引，44号牌，力量。宇宙说你有撑起这个地球的力量。 OK， 大家看这个女生一只手抬起了地球，一只脚还是在这个跳动当中平衡的力量，44号牌。所以呢，第4组牌的朋友真的你们生活里面当下呢，你们的能量其实是非常，我觉得是有很多的潜力吧。
你们所经历的这人生的一刻啊，你们所经历的这个所谓的考验，它呢某种程度上啊，我觉得也是你人生经历当中的一个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那么当前呢，一切都还来得及。宇宙说，请你尽快的回到你的原本状态，尽快的回到你的家。OK， 然后呢，宇宙在讲你当前所要去修复的、承担的，或者是你需要去抓住的东西需要你的力量，需要你的能力，需要你的决心。那么你现在拥有这所有一切的条件，宇宙说他会跟你一起去帮你去承担，他会跟你一起呢去原谅，他也会跟你一起呢去收集、去修补去补救。宇宙说当前他会给你最强的保护之力，当前他会给你最强的集中力，让你回来。所以第三副牌的朋友，请你们回来吧，一切都不晚，好吗？好，那这里呢就提前祝福第三副牌的朋友，祝你们好运，请你们加油。那我们呢下期再见，拜拜。